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干后，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后，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，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1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好的，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，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。一切准备就位，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，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，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，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，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，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仔细看，她的肚子可以瞬间变大3倍，疼痛随之而来。她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类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变大之前没有任何征兆，刚刚还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在丈夫的帮助下躺了下来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大，而且变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帮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经过几分钟的阵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还没缓过气来，肚子又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变大，她又要经历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说这样的过程每天都要经历6次以上。大姐平时的腰围是77厘米，肚子变大后腰围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绝望的是，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，他们甚至去了妇产科，可是医生却说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变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。大姐刚在市场买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变大，说来就来，完全不分场合。节目组脱下外套帮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声引来路人围观，路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赶到，不停地帮大姐按摩肚子，经过长时间的折磨，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大姐精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着大姐再次来到医院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对此也感到很震惊。大姐的肚子变大时，大肠也随之扩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没问题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。节目组又找到心理医生沟通下来，才知道原来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这给大姐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，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。和现在丈夫在一起后，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大姐心理上的压力在慢慢释放，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。丈夫听后很自责，认为自己没有和妻子好好交流过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他决定以后给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让大姐释放压力。最后还对大姐来了个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怀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检查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。医生说：“你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妇产科啊，你这是怀孕要生了。”大姐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护士也震惊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经分居7个月了。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所以当然是原谅她了。医生说其实大姐也是怀胎10个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为什么连自己怀孕都不知道？邻居也说根本看不出她怀孕，都以为她又胖了而已。为此，大姐还跑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该说不说，你例假总该停了吧？大姐却说自己例假一直不规律，一直没来例假，也没在意，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于一直以为是胃病，她还买了很多治胃病的药。现在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过还好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不得不说，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还能活下来，真的是个奇迹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吧？看着平平安安的母子，下面这位大姐张着嘴表示羡慕。她一天24小时都要张着嘴巴，一旦闭上嘴就会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丈夫说她这样已经3个月了，正常人每天都会打嗝20次，但是大姐1分钟就要打20次，连续的打嗝让她呕吐不止，严重时还会吐胆汁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晚上也没办法安心睡觉。奇怪的是，她之前是一名排球运动员，身体非常健康，大姐也去过很多医院，但是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只能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但是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大姐再次来到医院，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。还是和之前一样的结果，但是大姐的痛苦还在持续。之后，节目组又带大姐去看了中医，大夫先对大姐进行把脉，一番望闻问切后，对大姐进行红外线照射。就这样操作下来，奇迹发生了，大姐停止了打嗝。大夫说她这应该是焦虑症，是压力过大导致的，由于没有及时释放压力，就慢慢形成了心理疾病。这时大姐也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工作，只能一直吃老本，而且理财投资也亏得一毛不剩，一气之下焦虑涌上心头。刚开始只是心率过快，慢慢就变成了不停打嗝，最后在中医的帮助下，她终于恢复了正常，不再打嗝。看来还是中医牛啊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把眼睛蒙上后还能读报纸，一番测试下来，完全正确。她还能蒙眼骑自行车，蒙眼做饭做家务，蒙眼抠糖饼也是小菜一碟，还上过节目，被50多家电台采访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节目组决定换一种方式测试，先在角落里画好一些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再画一遍。她戴上自制的眼罩就开始了，结果真就正确的画了出来。等会儿眼罩是她自己准备的对吧？那会不会有什么猫腻？节目组决定现场制作一个眼罩，现在是完全密封的状态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这时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
她一直侧着头，她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，她不停地转头。节目组产生了怀疑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。节目组拿着扑克牌问她点数和花色，大姐开始发功了。一番手舞足蹈后，她竟然连拿的是什么都猜不到。大姐却说要休息一下，说自己刚才能量用完了，需要恢复一下。节目组同意了，她不停地大口出气。节目组却发现胶带下面被吹出了一个缝隙，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工作人员把扑克举了起来。大姐仰着头说：“你手上应该是个卡片吧？”节目组要求她低下头继续猜花色，大姐却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多事？我能量又快用完了。”工作人员偷偷扔掉扑克，比出数字3。这次大姐信誓旦旦：“这也太简单了吧，5。”知道回答错误后，大姐行为举止变得很奇怪，说我的头好疼啊，今天能量用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行吧，明天也不用来了，你这点小把戏没啥意思。其实她自制的眼罩也是有缝隙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。不过她的肺活量是真不错哦，但是要论肺活量，下面这个大爷还没浮过水。66岁的大爷一口气就能把车胎吹爆，热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一口气爆一个，每天都要吹爆100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现在他要挑战吹卡车轮胎，另一边是8个人轮流用气筒打气，大爷的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5分钟计时结束，大爷吹的轮胎已经很鼓了，另一边用打气筒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大爷不满足啊，他要继续挑战，让节目组在轮胎上放了一个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大爷一阵猛吹，上升的感觉吗？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，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等人都下来后，轮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这天，大爷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，这玩意儿可比卡车轮胎难吹啊！司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见大爷半蹲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里吹气，轮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吹了好几口也不见起色。周围人不停地给大爷加油打气，大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体内的小宇宙正在爆发。接着额头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最终轮胎被大爷吹了起来。那他是怎样练成这项绝技的？原来30年前，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钓鱼，但是没船就没办法去湖中钓，他决定用轮胎代替船，但是没有打气筒，于是尝试用嘴吹气。这一吹不要紧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没一会儿就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爱好。大爷说不会停止挑战，要再吹他个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爷的嘴属实厉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绝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摊位老板纷纷拍手叫好，旁边大叔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工作时，一只苍蝇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细观察后发现天花板还有一只，迅速丢出乒乓球，一击致命。那他为啥痴迷于抓苍蝇？原来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老板，13年前和客户吃饭谈合作，大叔想让客户尝尝本地特色菜，结果菜里有一只苍蝇，客户愣住了，你们特色菜是苍蝇炒鸡蛋啊？就你这样还做保洁呢？客户当场愤然离去，大叔分分钟损失几百万，对苍蝇那是恨之入骨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练习抓蝇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就这样练出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仔细研究。现在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免费抓苍蝇的服务。哦，有苍蝇啊！只要一个电话，大叔就会带着员工上门免费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！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，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
他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他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挨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，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纸巾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，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他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他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，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，他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，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一分为二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现在体重192斤，腰围104厘米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他先穿上6件保暖内衣，外面再套上2件羽绒服。要知道这可是夏天啊，外面气温38度。这还没完，他竟然打开了取暖器，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内跳绳，1分钟要跳200个。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了，但他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。完事后脱掉上衣，轻轻一拧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来直接上秤。我去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。他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，周围人都看呆了，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再次上秤，现在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，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穿上羽绒服开始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妈妈喊他吃饭，他却在冰箱拿了2块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在街边的便利店找到了他，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肠，接着还喝了1罐可乐，还说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。不过还好，回家后他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他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结果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点打脸，但这样也很夸张了。他认为是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还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过30斤。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减肥？原来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他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的减重和增重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人家是专业的，是个狠人。但是要说狠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大叔疯狂的用脸撞树，1分钟要撞60次，树枝被撞得来回摇晃，头上都出血了。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随后拿出502涂在流血的额头上，真是个狠人啊！节目组摸了一下，确实硬邦邦的，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劝大家不要模仿，不然很有可能脑袋开花。妻子说从来没见他额头好过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撞树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心疼那棵树了。大叔工作时却很安静，完全没有暴躁的样子，那他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大叔曾经也是个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要养一家老小，他不得不退出拳击，最后开了个修鞋店，而且店铺所在区域治安很差。
他要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找自己麻烦了，所以就开始撞树了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一家拳击馆。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激动地说自己已经30年没来过拳击馆了。说着说着声音都沙哑了，熟练地缠上拳击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出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是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受伤会用502，然而下面这个大爷也会用一个奇葩的东西。他全身贴了100张狗皮膏药，手上来一张，额头来一张，耳朵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都贴上了狗皮膏药，然后就安心的笑了。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膏药，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也没有关节炎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吃骨头比狗吃的都快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他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村里人都不能理解大爷为啥要给自己贴膏药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妻子会帮大爷贴膏药，不一会儿就用掉了100张，只有这样大爷才能安心的睡觉。长期贴膏药对他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出现了溃疡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说由于膏药的刺激，他得了皮炎，必须马上停止贴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？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里，过了3天3夜自己才慢慢爬了出来。从那以后他开始每天做噩梦，感觉有1万只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身体没问题的话，那80%就是心理问题了。心理医生给大爷做了专业的心理测验，结果医生却说大爷没有任何心理问题，而且狗皮膏药中确实有一些凝神成分，鉴于他皮肤问题，医生还是建议少用膏药，可以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掉坏习惯。我怎么感觉大爷就是单纯的不想下地干活啊？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，最长的有20厘米，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，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，他淘米时不用手，2根指甲勾搂勾搂就淘洗干净了。开火时用手背，打鸡蛋也是小菜一碟，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，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。电脑打字用铅笔，剥橘子就要用镊子，戴手套也难不倒他，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。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。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的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。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回头率那是100%，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大姐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。我觉得她演梅超风都不用化妆，即使是周围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。邻居都想不通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。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，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中人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是每当她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会生病，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。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姐来到美甲店，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。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，这样又显得可爱多了。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，准备以后出演梅超风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。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，不仅如此，他连脚指甲也没有，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对他来说，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，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，怎么可能没有指纹？节目组仔细观察，大叔的指尖确实非常光滑。节目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没有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。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，即使这样，他也工作了30年，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，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，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，而且是遗传性的，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。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。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，大叔激动的哭了，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，就是贴个假的指甲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和大叔一样，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。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，又粗又硬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的2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。奇怪的是，她的2个姐姐却是正常的，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妈妈说他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，可能是遗传他们的父亲。照片可以看得出来，
他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，但只有最小的3个姐妹遗传了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。他们也尝试过刮胡子，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，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让他们很痛苦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他们变得抑郁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他的梦想。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他带妹妹来到医院，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，说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医生给他们做了激光脱毛，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那最后就祝他们早日恢复正常，继续追逐梦想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个车载导航太诡异了，主人每次导航回老家都会导航到坟墓，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，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。前面已经没路了，他们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个坟墓。那这是谁的坟墓呢？ 여기가 우리 어머님 산소예요. 사실 어머님이 1년 전에 돌아가셨거든요. 집 주소를 이제 내비게이션에다 치고 오면 꼭 여기를 가르쳐줘요.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，坟墓和老家之间的距离很近。节目组猜测有可能是导航本身故障，才导致位置偏差。毕竟导航出错还是挺常见的。结果维修人员检查过后，都说没有任何问题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同一款导航，让2台设备同时导航到老家。真的是奇怪，2台设备都导航到了坟墓，即使更换了不同品牌的导航，结果都一样。设备没问题的话，那有可能是信号问题。毕竟老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，如果信号不好的话，最终的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老家地址是错的，但身份证上面老家地址就是607啊，而且导航设置的目的地也是607。一时间，关于导航的谣言越来越多，村口情报站的大爷大妈也是议论纷纷，事情越来越灵异。毕竟是走进科学节目，肯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。节目组咨询了村长，村长说他母亲坟墓所在的山头之前也是属于村里的，后来被划分出去了，那会不会是地址重新划分导致的？随后节目组来到测绘局咨询，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607，现在被标注为坟墓所在的山头，而现在他家的地址标注的是757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由于地址更新导致的，导航没有错，现在的607就是坟墓所在位置。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科学。发生类似诡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个村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 小姐姐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，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而且确定凌晨3点没有人打过电话，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到凌晨3点，看声音会不会出现5、4、3、2、1。此时所有人的电话都已经关了，小姐姐认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。隔天，节目组在可疑区域都安装了摄像机，又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，节目组走访了附近的村庄，想要找到一些线索，然而附近村庄里的人都说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无功而返。节目组又回到小姐姐所在的村庄，村里的大喇叭引起了节目组的注意，村民说那喇叭很久没用了，电线都断了。随后在村里又看到了一个广播喇叭，村长说由于疫情原因，也已经很久没用了，但是除了这2个可疑的喇叭外，就没有其他能发出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声音就是从第2个广播喇叭里传来的。但此时并没有人进入广播站。第2天，村长带节目组来到广播站，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，其他人就算闯进广播站也无法使用广播设备。村长还展示了自己的广播记录，最近1个月都没有播过，这就很奇怪了。节目组拿着录音找到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说这确实和电话拨号的声音很像。专家结合电话按键时发出的不同声音，分析出了具体的按键号码，连起来的数字并不是电话号码，而且每个按键的间隔时间是一样的，正常人手动拨号是无法做到的。专家认为应该是广播设备自己发出的噪音。随后节目组联系到了广播设备的售后，经过长时间的排查，售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每天凌晨3点，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，但恰巧这台设备的放大器坏了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一切都是虚惊一场，毕竟走进科学是不允许有灵异事件存在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